在中共20大闭幕式上，胡春华双臂抱在胸前，眉头紧皱，面无表情，目视前方，估计坐在那儿生闷气呢。接班人变边缘人，政治局这回连张门票都没给我呀。全世界都以为他玩完了，接班人游戏结束了，团派也被团灭了，但没想到2年后他不声不响地杀回来了。特别是近1个月，胡春华异常活跃，甚至率领豪华政治团队踏上了李克强的故乡安徽，似有宣战的意味，老子要回来争夺王位了。传闻说他是下一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双料选手，这一局靠的是团派东山再起，军中换了天，还有红色老江湖们的布局。所有迹象都在说一句话：当年被废的太子已从冷宫走回主殿，现在正在走向他的龙椅。红潮这场大戏已经演到了非看不可的局面了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风口浪尖的转折点。胡春华会不会真接总书记？军权会不会再度易主？团派安排好各路棋子了吗？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我是邵峰。今天我们来讲胡春华王子复仇记。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来到了李克强的老家安徽，身后的排场可不小，随行的是一大帮政协大员，外加一票国务院官员，简直像是重启了一场回归巡演。更绝的是，多家党媒也跟风，连发数篇报道，像打了鸡血似的狂吹胡春华的发迹地西藏林芝。这造势的信号不明显吗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人民日报头版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，内容疯狂提共青团，就差写上团派复活4个字了。明眼人都看懂了，现在风向变了，准备好重新站队吧。胡春华还顺便去非洲溜达了一圈，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。但这次他没着急转达习主席的亲切问候与良好祝愿了。有网友开玩笑说，习近平打开敌友圈，一页页全是胡春华的高调行程和团派的复兴宣言，估计得气到关机重启。而传闻确实都在说，习近平的大权早已旁落，他背后的深层政府，也就是元老帮，开始悄悄操盘，包括胡锦涛、温家宝、胡德平、李瑞环等纷纷重新出山，而军中的张又侠也在步步紧逼。这场戏不叫老友记，这是权力的游戏北京篇。而胡春华正是元老们原本就相中的新王候选，胡锦涛心心念念的心头好，就是自己的得意门生，钦点的这个隔代储君。胡春华如今重新上线，画质高清，配乐磅礴，背景是老大们的强势站台。观众朋友，这样的剧本您喜欢吗？您觉得胡春华有机会登基吗？可能把军委主席也一并拿下吗？话说1963年，湖北五峰一户纯正农家迎来了一位小娃娃，名叫王春华，后来随了母姓，摇身一变成了胡春华。风水玄学爱好者立刻摇头叹气，哎呀，一改姓把那个王给扔了，是不是早早就预示了这孩子注定跟王无缘，当不了太子啊？不过一命二运三风水，这风水轮流转，现在似乎又转回来了。再说改姓胡，倒也不是没有收获，毕竟这个胡字就和他命运中的贵人胡锦涛紧密相连了。还有他的仕途起航的地方西藏，古称胡地，而且老胡和小胡就在胡地相遇了。
这种种巧合都能写进宫廷权斗小说，当作伏笔。胡春华自幼堪比苦情戏男主开场，上学走路靠腿，饿了啃红薯，但高考一举拿下全县文科状元。1979年16岁的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，收到录取通知书，照样不耽误扛着烧鸡和铁铲去工地搬沙，因为要挣路费。在北大期间，年纪最小、个子最矮的小胡却是个团干部，在学生中混得风生水起。毕业后，他不留恋北京高薪工作，主动报名支援边疆，一脚踏进西藏，上了人民日报，成了宣传的典型。小胡这操作应该不是脑袋进水，而是他慧眼识局，看懂了去边疆流放吃苦的差事，就是买了政治仕途的快车票。果不其然，胡春华的政治首秀是成功的。1987年，年仅24岁的他便担任西藏共青团团委副书记。他能说藏语，会跳藏舞，深得基层喜爱。然后命运的齿轮就开始加速运转了，生命中的贵人也从天而降了。1988年，老胡胡锦涛空降西藏主政，大胡小胡撞了个满怀，这一撞就撞出了个师徒情和接班梦。1989年拉萨出事，小胡正好成了老胡的联络员，从此进入胡锦涛的视线。因为有老胡赏识，小胡也比较上道，就从中共西藏党委副书记、团中央第一书记、河北省省长、内蒙古党委书记和广东省省委书记等职，一路干进18大的政治局，从此被封为胡家太子，成为传说中的隔代接班人。胡锦涛本来想让李克强接班，结果和江派缠斗的结果，折中成了习近平，所以这个隔代储君，老胡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松手了，所以一直在拼死保住胡春华。这命运安排的剧本，连信都准备好了，观众都快喊他小胡锦涛了。不过您以为他能就这样一路走进紫禁城吗？哪有这么容易？等到习近平一登基，风向立马变了。这位皇上一心想搞终身制，最讨厌有人在他后面磨刀霍霍想接班。这党天下是我家天下，你们又不是我儿子，还敢争太子位？于是接班人三人组胡春华、孙政才和陈敏尔纷纷遭遇命运的毒打。2017年，孙政才毫无预警被一锅端，胡春华背后冷汗直冒。虽然他没被立刻清除，但也只能捧着排名第3的副总理的位置，干些扶贫唱赞歌的活，像极了被软禁的太子。而习家军的陈敏尔也靠边站了。到了中共20大，胡锦涛竟然被当场架出会场，画面一度尴尬至极，全网炸锅。大家都在猜，导火索就是因为看到自家提拔的小胡，竟连中共政治局委员都没保住。这一场大戏正式宣告胡太子梦碎，团派团灭，习家军一统江湖。胡春华最后转任中共政协副主席，排名第2，这职位好听不好用，基本属于荣誉退休编制。昔日的准接班人，转眼变成了政坛花瓶。他的亲信们在西藏和内蒙古的老地盘上纷纷落马，各种传闻也跟着满天飞。但在中共20大之前，谁是下一任总理的热门人选？传闻不是李强，而是胡春华。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外国势力，彻底搅了局。前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十分接近中共的权力圈子，他曾亲口承认，我当时给国务院写密函，说清零政策搞不好会崩，这封信我是写给胡春华的。这信一曝光，习近平可抓到把柄了，大笔一挥，你敢接洋人信，还想当总理？这封密函
或许成为压倒胡太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最终李强笑傲上位，胡春华含泪搬离办公室。现在再回头看看，小胡中共18大上神采飞扬，中共20大上眼神茫然，内心可能还在问，本来是我啊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就在大家以为团派的优秀代表已被踢出群聊，进入了生前模式，没想到这太子爷竟然又开始翻红了，胡春华又回来了。这楚军剧本反转反转再反转，翻得比任何宫斗剧都精彩。首先是2023年年底，胡春华突然以习近平特使的名号现身非洲，参加马达加斯加总统的就职典礼。哎呦喂，这可不是什么人人都有的待遇，毕竟习特使这帽子不是随便乱戴的。胡春华还能时不时的上线，据说背后是有胡锦涛在硬挺死保。前不久他又去了非洲，这次可就不是习特使了，连习都懒得提了。到了2024年，风向是真的变了。中共3中全会上，胡春华不仅没坐冷板凳，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主席台上，而且还跟习近平肩并肩坐一起。这画面一出，网友纷纷脑洞大开，这不是政治版《甄嬛传》吗？小胡这是回宫复宠了。再然后，胡春华开始狂刷存在感，写文章、讲话，各地考察，接见外宾，出访友国，特别是在西班牙表现极其亮眼。他代表中方致辞，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的集体会见，还与西班牙参议院第一副议长马罗托等举行会见。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组合拳打下来，俨然一副准楚军回归式巡演的节奏，也可以一窥中南海权力格局的变化。胡春华仿佛在振臂高喊，我绝对是最靠谱的接班人。而习近平那边不得不准备自己的后事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混上个垂帘听政，实在不行告老还乡也好啊，千万别抓我上审判台啊。观众朋友，习朝风云，楚军归来正在热播中，不过任何人也别太乐观，这中共内斗的戏码，剧本可是说变就变的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。对中共体制内的任何人，您还是别抱有任何希望。胡春华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，曾经出了一招自断尾巴求生，亲手把中国唯一一座反思文革的博物馆给拆了。话说2016年，那可是文革50周年啊，别人可能开个研讨会，写几篇文章意思一下，但广东那边胡春华一声令下，汕头那座由作家巴金老人家点名支持，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文革博物馆，啪一下就没了，那场面比清仓大甩卖还干脆。这座博物馆原本建在汕头澄海的塔山风景区，2005年胡温时代批准的，当年被赞为良知之作，里头有石碑，有展览，还有血泪教训，但全给水泥封了个严实，石碑被盖，牌坊被埋，历史被贴上了中国梦大海报，看起来倒像是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，一点文革的影子都找不着了。博物馆的创办人老市长彭启安气得直摇头，我们修建这座博物馆是出于善意，我们想悼念亡者，铭记历史，吸取教训，绝不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次上演。我原以为春天就要来了，但没想到春天没来，冬天倒是来了。胡春华这一招就是不想成为清理门户的牺牲品，说白了，他也没跑出中共权力斗争那出大戏的剧本。那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谁？也可能压根儿没有接班人。那辆破车开到这里，
可能真就是最后一站了。都说习近平是中共的最后一代，那么红潮王储牌子还在，但岗位却早就没了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